好，我们来看一下电压啊，咱们来学习一下电压的这个概念。那么呢，当我们提到电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我们既熟悉呢又陌生，因为电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物理量，它与我们人类啊是有了密切的关系。或者这么说吧，我们人类啊，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离不开这个电，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对电呢并不陌生。可是呢，我们要是说对电的这种概念，本质上的概念呢，是吧？理解一下子呢，可能很多人呢还是很模糊、很朦胧啊。我们今天呢，就是来探讨一下啊，这个电压是什么意思？电压到底是什么啊？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电压的定义啊。这个电压呢，是指电压是推动电荷定向移动形成电流的原因。这句话呢，好像也挺明确的，是吧？也挺明确的啊，它是推动电荷定向移动形成的原因。那就是说，电荷要想定向移动，没有电压呢，肯定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这里呢会发现啊，因为在这个电这块啊，这个物理量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把电压、电流、电动势、电位、电位差等等这些概念呢是要揉在一块儿，相互揉合在一块儿呢，才能解释清楚这些概念。你要是把它单独独立的分开啊，可能就讲不明白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提电压的时候呢，这里也涉及到了电流啊。大家先看这个定义啊。那么电流啊，之所以能够在导线中流动，电流是可以流动的一种物理量啊。那么也是因为在电流中有着高电势和低电势之间的差别啊，这种差别呢叫做电势差。电势差，势呢是势力的势啊，然后呢或者是叫电位差啊，那么简称电压。你看它好几个名字，好几个名字。那么呢，在这个专门去研究物理量当中的电的这个学科当中呢，他们可能会经常提电压差、提这个电位差、电势差等等啊，可能呢对提电压呢都不会说那么多。可是呢，在我们这样的普通的这个情况下啊，普通人群在学习这个电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说电压呢比较合适一点，因为一提电压呢，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如果张嘴闭嘴全是电位差啊，可能就会把很多人就搞晕了啊，搞晕了。实际上呢，这个电压呢，它是一个很大的、很广域的这么一个物理学科。这个呢，其实它的知识量很庞大的啊。我们呢是出于对我们行业的需要啊，我们呢来讲解一些它本质上的一些概念就可以啊。也就是说呢，学得太深啊，一是学不会，二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因为我们呢是吧，处于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状态，需要啊，我们应该学多少，学哪些东西是吧？主要是了解它的概念。然后呢，为我们日后的学习电路啊、维修电路呢打下一个概念上的基础。就一说电压你可能让我描述，我描述不出来，但是我明白什么意思，这就足够了啊，这就足够了。我们呢一会儿呢再来解释啊，它呢毕竟是一种文字解释，所以说呢通过文字解释呢，一般人大多数人呢还是不能够很清晰的明白啊。那么电压呢有一个特点，这个呢需要大家记住，电压的特点就这么一句话啊，非常的重要。在电路中，在电路当中啊，有电压是不一定有电流的。这句话很重要，有电流就一定有电压啊，这个呢大家务必要清楚。实际上，电压和电流之间的关系，那是可以说呢，可以看成是一体都没有问题。因为电能，大家也听说过这个词儿嘛，电能嘛，能是指谁呀？指的是电流。
真正产生能量呢，还是那个电流，电流才是真正的能量体啊。但是呢，电压和电流之间呢，又有了是吧非常密切的关系。你比如说吧，我们只讲电压啊，或者说重点讲电压，是吧？这个不讲电流，或者是对电流呢一概而过，那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电流的情况下，电压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说电压的价值基本没有，基本没有啊。所以说呢，真正的能量是这个电流啊。那么反过来说，我们重点讲电流，电压不是不重要吗？那可以不考虑电压了。可是没有电压的话，电流它就没有存在的这种可能，哎，所以说呢，它们俩之间呢是一种依存关系啊。那么电路当中啊，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但是有电流呢，就一定有电压。这个问题呢，我们慢慢理解。但是呢，我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比喻啊，就打一个小比喻，你就能听懂。说钱包和钱的关系，咱们每个人都有钱包，对吧？说你有钱包，但是不一定有钱，这句话对不对啊？那我可以装一个钱包在身上，但是这钱包里1毛钱都没有，可不可能呢？可能啊。我们再反过来说，说我有钱就一定有钱包。当然了，你不能教字儿啊。在不教字儿的情况下，大家想一想，这句话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我有钱，我可以拿钱去买钱包嘛。可是你有钱包，你怎么去弄来钱呢？明白这意思了吧？其实呢，电压大家呢可以把电压看成是个钱包的意思啊，看成是钱包的意思。把电流呢可以看成是钱的意思啊。所以说呢，你看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有钱包不一定有钱。有电流一定有电压，有钱一定有钱包，因为有钱我可以买钱包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比喻是成立的啊。这么一比喻，大家就好理解了啊。咱们不能说，因为是吧？我们的这个行业呢，针对的学员呢，这个文化水平是不是各种层次的水平都是可以接纳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呢，是要学到那个点为好啊，不会说往深的学一些没有用的啊，没有必要。大家呢只要能意会明白就可以。所以说呢，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呢，和我刚才打的比喻呢，真的是很贴切，很贴切啊。还有一个比喻呢，就是电压、电流和水流之间的关系，对吧？这个关系呢，不光是我们要用这个比喻啊，大学教授也会用，科学家也会用。因为它们有很类似的地方啊。电流呢，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水流，是完全可以的。虽然它们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它的形态很像啊，所以说你也可以这么认为。我们一会儿呢再继续来讲解啊。咱们先往下看一下这个字母符号，电压的字母符号呢是 U， 是 U 啊，这是国际上的符号啊，不是说咱们国内的符号，是国际通用的符号，叫 U 啊 U。它的单位换算啊，单位换算啊，它的单位呢有伏特，简称为伏啊，它的全称呢是伏特，简称为伏，是个这个里边这个符号啊，就像 V 一样啊，是个英文字母的 V。然后呢是毫伏啊，这叫 MV， 微伏是吧？是这么写的一个符号啊。以后呢，大家会经常见到这个 V， 因为电容里面的容量有微法啊。等等，这个符号呢会很常见啊，它叫微啊微伏。它们之间的换算单位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是千进制，是千进制，不是百进制，是千进制。1K 是千的意思啊，1K 伏也就是1000伏，等于1000伏啊，1K 就是等于1000的意思。那么咱们这个千伏呢，在咱们这种 IT 行业里都用不到，是吧？咱们用不到啊，只能用到百伏。然后呢，这个1伏呢就等于1000毫伏，1毫伏呢就等于1000微伏啊，大家知道这个就行啊。换算单位是千进制啊。好，下面呢来看我呢画了4个简单的图，特别简单，就是一根线，是吧？我们要通过这个图呢来帮助大家分析和消化什么是电压的概念啊。咱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啊。
你看呢，这是一根导线啊，咱们可以认为是一根导线，上端呢写着10伏，下端呢是画的这个符号呢是 D 啊，画的是一个 D 的符号啊，也就是0伏。咱们大家都知道 D 呢就是0伏嘛，对吧？这个 D 呢还可以看成是什么呀？是负极。你看我第4个图，这儿呢画的是一个电源呢，大家请看啊，这呢是一个电源啊，这个呢像这个图呢大家不陌生啊，我相信在上初中1年级的时候、2年级的时候是吧？刚刚接触物理的时候呢，你可能第一个就学到的是电源符号，这个杠长的这部分是正极，杠短的这部分呢是负极，这是一个电源，对吧？电源呢是不能直接这么接过来的，对吧？正极和负极直接接的话呢，属于什么呀？短路，是吧？哎，那么必须要接一个灯泡啊，这咱就说接这个灯泡是什么呢？灯泡是什么东西呢？是负载，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形成了短路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电源的负极呢，你看也是0伏，其实呢负极就是 D 就是负极，可以这么认为。那么我来说一下啊，咱们人类啊是这么规定的，咱们人类的科学家呢，把地球的表体，就是把地球本身给规定为大地，就是0伏，就是0伏啊。所以说呢，我们那个地呀，就咱们地球本身就可以看成认为是大地，是最低的那个电位，也就是低电位啊，0伏。这个电压当中啊，实际上呢，你看见这段话了吗？很重要啊。电流之所以能够在导线中流动，是因为有了这种叫什么呀？电势差或者是电位差。如果没有电势差或者是电位差的情况下，电流是绝对不能流动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另外呢，你看。电势差也好，电位差也好，简称电压。实际上，那么这么说大家应该能懂。电位差，咱们不说电势啊，说电势很多人呢更晕，咱就说电位，好歹还能懂一点。为什么呢？电位，电的位置你总该明白吧？什么东西都有位置，是不是？你在10米的位置，你在100米的位置，对不对？你在20米的位置。对，位置大家都能很容易理解，所以说咱们以后呢就说电位差就行了。那么你看我现在画的这条线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电位差。那我来告诉你啊，听好了，这个10伏的这个电压呀，10伏的这个电压呢，实际上是高电位。电位是一个相对论，它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的啊，不是绝对的。那么请看，这是哪儿呢？这是地，大地啊！咱们不站在地球上吗？你可以认为地球的表面就是那个最终的地啊。好，那么这是地呢，实际上呢，它写的是0伏，0伏是不是电压呀？是电压。只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知道吗？把这个地的这个0伏啊给忽略了，就是说啊，这0伏，这0伏。很多人呢，可能在意识当中呢，没有认为它也是个电压，实际上0伏是电压啊。我们后面的电路当中呢，可能还会讲到负压。当讲到负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哦，原来0伏还属于电压呢，因为它大呀，它比负压还大呢。明白这意思了吧？哎，你比如说这是正10伏和0伏之间谁大呀？那肯定是10伏大，0伏小，对不对？可是再反过来，如果这个地方呢是0伏，下面呢是负10伏。那你就明白了，原来0伏是最大的，它比负10伏还要大，啊。那么这个负压呢，咱们在实际的技术应用当中呢，还是涉及的不太多，啊，也涉及到呢，也就是一种概念，很少说呢，我们要重点去修这个负压，啊，或者说呢，修这个负压电路还是很少，不是太多，尤其是笔记本电脑啊。好。那么0伏啊，这个地线啊，大家知道0伏呢，它也是电压啊。那么我的高电位这个10伏呢，实际上是一个电位，这个呢也是一个电位。有这么一句成语，大家应该知道，叫孤木不成林，就是说呢，一棵树很难是吧，说成是一个森林，对不对？森林是指2棵树以上的树木，哎。
那么咱们这个呢也是一样，电压呀可不是指某一个电位，这呢叫一个电位，10伏这个点叫一个电位，0伏这个点又叫一个电位，这实际上呢是几个电位啊？1、2，两个电位，两个电位啊，这实际上是两个电位，大家要知道。那么这个两个电位知道吗？高电位，因为咱们都知道，假如说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他一般情况下啊，总是有一个人高一点，有一个人矮一点。那有人说了是吧？咱们不较真儿的情况下啊，一般呢这俩人站一块儿啊，不认识的两个人站一块儿，他有可能是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也可能呢高那么5厘米，对吧？也可能高那么1厘米，也可能高呢很小很小，你从表面都看不出来。经过精密测量的发现啊，他们高了0.2毫米，这都是有可能的啊。那么这电位也是一样，这两个电位既然放在一条线路当中了啊，一个电路当中是吧？这不放在一个电路当中吗？它就一定有高和低。请问这个10伏是不是属于高电位啊？它呢就属于高电位，知道吗？这个非常好理解，电位就是电的位置。其实这个高电位就是指电的位置，这个10伏这个位置啊，电的位置，高电位就是指电的位置。高电位呢是10伏，那低电位是多少呢？是0伏啊！大家可别说低电位没有啊，0就是没有，这可错误啊。所以说呢，低电位是0伏，可不是没有啊，可不能这么说吧？哎，0伏也是电压呀啊，这个大家要记住了。在负压的电路当中，0伏还是最大的电压呢啊，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知道吗？忽略了0伏是电压这么一个概念，以为0伏就是没有的意思，其实不对，0伏呢它也是电压啊，所以说呢它是低电位0伏，它是高电位10伏。那么是不是高电位10伏才叫电压呢？不对，这个高电位就这个10伏啊，你只能叫高电位10伏，听明白了吗？低电位0伏，你不能说啊，这10伏电压，这是0伏电压，啊，实际上是不对的，啊，实际上不对的。我呢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这个感触啊，就是我记得呢上初中的时候，啊，尤其是呢刚刚开始这个学习物理课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非常的严重。就是老师问的问题，我们发现都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老师问的那些物理啊，就是物理现象、物理问题，我们都发现非常的简单，都踊跃的回答，这是我记忆最深的。但是往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们正常的思维认为对的东西，在物理当中，它恰恰是错的。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平时说的一些话，可能就是错的。你要是说，要是认真去较真的话呢，去拿它的学术这么一对比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可能平时说的话有很多的都是错误的，都是口误。但是它已经在人类之间，是吧？人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正常的一个言语。但实际上，你要拿到这个科学那个地方去，发现你这句话是错的。这个呢，大家应该也有体会。就比如说这个律师啊，律师在读法律的时候，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抠，是不是一个字都代表不同的意思？那你看平时大家不注意这个事情，对不对？但是呢，真正去打官司的时候，就发现了，你的说错了一句话或者写错了一个字，就可能这场官司本来是应该你是正确的，变成了错误的。那么物理科学更是这样啊。所以说我们平时说的一些话呢，可能大家感觉不到，但实际上是错误的啊。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平时生活当中的所说的话呢，也没有问题，就这么说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咱们今天要讲的话呢，就要把它拆开了。实际上它叫高电位10伏，它叫低电位10伏，现在还不能叫电压。那电压是多少呢？定义上写的很清楚，对吧？是电位差，这个叫电位，这不叫差。那么电位差怎么来的呢？就是高电位10伏
减去低电位0伏，等于的电位差是多少伏啊？10伏。这个10伏才叫电压呢。这个10伏叫电压，大家请记住。这个呢叫低电位0伏，这个叫高电位10伏，这个叫电压10伏，或者是电位差10伏，是这么来的，是这么来的啊。那么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不可能说，哎，这是高电位10伏啊，是吧？我测量一下高电位10伏多少伏啊？其实不一定会这么说话，是吧？我们上来就说，哎，这10伏电压，实际上这个10伏电压就是指它们俩已经相减之后的那个结果，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今天呢，为了解释电压，就要把它说得很细，分开了啊。这个呢，大家听了应该还是挺明白的吧？啊，并不是很复杂，关键是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并不是很复杂啊。所以说呢，这个10伏是这么来的：高电位10伏减去低电位0伏，等于电位差10伏，简称电压。那个电位差就是电压啊，名字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接受啊。好，那你看它是10伏，对吧？我这是0伏，它呢叫高电位，它叫低电位。那这条电路当中电压是多少伏呢？电压是多少伏呢？是高电位减去低电位，是10伏，是这么得到的。那么以此类推，看见了吗？这个电位是不是小一点啊？这个高电位相比这个高电位呢就要低，对不对？哎，所以说呢，但是这个电位比这个电位要低，但是呢要比这个电位呢要高。其实0伏也是电位。那么这里这条电路当中的高电位是几伏呢？是5伏，低电位呢是0伏，对不对？是0伏。哎，那么同理，那么高电位5伏减去低电位0伏，等于电位差是5伏，电位差就是电压，简称电压，就这么来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又再给大家简单讲一个小例子啊，就是水流和电流的意思。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水啊之所以能够流动，对吧？是因为地球有引力。如果地球没有引力的情况下，请记住，水是不会流动的，水是不会流动的。尤其是那个瀑布，这大家都见过瀑布，对吧？我们一看这个瀑布啊，非常的壮观，黄果树瀑布，水呢从山顶上是吧冲击而下，是吧？实际上呢，要是没有地球引力的情况下，那个瀑布是不可能形成的，水可能会在空中停留。那么懂科学的人呢都知道，到了晚上的时候也好，或者是到了什么时候也好，我们在地球上，你要是把地球放，是吧？把地球呢往远处一放，你会发现我们实际上可能是大头朝下的啊，对不对？哎，是因为地球万有引力的作用，使水咱们觉得是从高处往下流，是吧？实际上在地球，你要说从太空当中来看地球，哪有什么上下左右啊？人都是一直是倒着的啊，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但是电呢和水还有本质的区别。电呢，它的流动，电流的流动呢，跟地球的有没有引力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所以说呢，你比如说在太空当中，咱们知道水是不能流动的，对吧？没有引力的情况下是漂浮状态，但是电流呢，它是可以流动的。咱们知道宇宙飞船是吧？太空站等等，哎，那么在太空站或者卫星上，大家说那个卫星嘛，啊，漂浮在这个宇宙当中。实际上呢，卫星的外壳，那个大的外壳，壳体本身就是大地，就是真正的地线，哎，就是低电位。所以说呢，这个电啊，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它在哪儿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那你看我们第3个图，有人可能就不能理解了，说上面是高电位，没错，下面呢，相比之下，它就属于低电位。它比它来讲，它不就低电位吗？对吧？它是2伏，哎，它是2伏，它呢是10伏啊。那么
我们呢是因为把它画到了一条线上，是吧？大家呢其实是有点晕的。当然了，这样的电压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呢主要是拿它呢来做一个比较，不是说什么都是跟零去比较的，不一定啊，不一定。那么我们知道10伏和0伏之间呢有个这东西呢叫电位差，对吧？叫电位差，因为这个差大家都知道，高电位和低电位之间的差啊。我把这两个电压呢这么写啊的目的呢，就是让你很直观的看到，它们之间也是有差啊，它们之间也有差啊。那么它们之间的差是多少呢？是10伏减去2伏，2伏是最低的，它们俩之间的差呢是8伏，对不对啊？但实际上呢，这两个电压是不可能在一条线上存在的，对吧？哎，我这么写画的呢，就是让你很直观的去看。实际上呢，它应该是这样的，这是0伏，这是0伏，啊。我们要想测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的这个电位差，是不可能拿万用表直接去测量的，你得分别去测量这条线路上的电位差，再测量这条线路上的电位差，它们俩有一段是相等的，那这点的电位差不就是2伏吗？对不对？然后呢，你要求的是它们俩之间的电位差是多少，对不对？哎。所以说呢，你拿万用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万用表，直接去这么测量，是测量不出来的啊。你得先需要与大地相测，然后呢，它俩进行减掉的就是它们之间的这个电位差，是吧？那10和0之间，10减去0，高电位减去低电位，等于它的电位。然后呢，它呢是2伏减去0伏等于2伏，对不对？哎，然后呢，它们俩再一减等于8伏，实际上是这么得到的，对不对？哎，是这么得到的。所以说呢，电位大家要记住，它电位差本身是一个相对的，电位差可不是指，你不要认为电位差就是指10伏和0伏之间才叫电位差。不对啊，两个电路之间也可以比较电位差。比如说这个电路是10伏，这个电路是2伏，它们两个电路之间的电位差是多少呢？是有8伏嘛，对不对？哎，那真正的计算方法是10减去0等于10，对吧？再减去2伏，再减去0等于2，它们俩再减，是这么获得的。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把0伏呢就给默认掉了，就是不考虑它的，就默认掉了嘛。因为你10减0不还是10吗？所以说呢，就是人们就没有这种，就感觉你看，尤其我们现在学的时候，就感觉哎呦，怎么麻烦呢？这么麻烦呢？这么啰嗦呢？实际上不是，它真正的才是这个样子啊。只是呢，咱们习惯了把0忽略掉，直接就上来说10啊，这10伏减去2伏等于8伏。那多简单呀，这么一句话就 OK 了。但实际上呢，大家要知道啊，真正的电压不是那样的，是两个电位差啊。好，我们再看这个图呢是一个电源，这是一个3伏的电源，是吧？上面是正极，下面是负极。那么这个画法和这个画法难道不一样吗？一样啊，一样。只不过呢，这个就是说有点像标准的电路了啊，有点像标准的电路结构了。这个呢，我们只是画出来一个竖杠，是吧？作为一个解释而已，啊，实际上呢，把它演变一下呢，就是这个样子。它们俩之间呢是不能直接回来的，像它似的，它俩之间是不能直接回来的，啊，中间还是有负载的，必须有负载。那咱们就把这个电压的这个简单的概念，是吧？哎，就给演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电路。那么这就是正极。这呢就是负极，这个负极就是刚才所说的 D 也是负极，负极也可以看成是 D 啊。好，它3伏的电压，那么高电位是多少呢？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能看明白哦，高电位10伏，哦，低电位0伏，都能看明白，对吧？你别一上电路就晕了，它跟它一演变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说正极的3伏就是高电位，负极的这个0伏呢就是低电位。
所以说它们之间的电位差是多少伏啊？3伏，是3伏啊。然后呢，中间，正极和负极之间呢要经过一个负载才能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涉及到电流的问题啊。电流本身是一个能量体，大家呢还可以有一个比喻啊，就相当于什么呢？手枪这个枪体就是电压，手枪里的子弹呢可以认为是电流，电流是具有很强的破坏力的，本身是一个能量体，它们俩之间也是可以比喻成这样的关系。那么如果开枪了，是吧？直接就回来了，子弹是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枪体破坏掉的。当然了，咱们都知道枪不可能说打到自己，对吧？就说那个意思，它肯定是可以破坏掉的啊。所以说呢，中间经过一个负载以后，当它们接通以后，电流出来之后，会经过这个负载呢进行一次能量的转换消耗，知道吗？如果不经过能量转换消耗的话，能量直接就回来，就会破坏到自己的电源，就相当于子弹射出去呢又回来，把自己的枪体给打个窟窿，那这枪不就废了吗？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讲的是什么呀？是电压。那么只讲电压呢，肯定不会特别对电的这个概念明白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电压这块呢，就先说这么多。大家知道，电压呢实际上是2个电位之间的一个差，简称为电压，是这么一个概念啊。咱们呢必须还得把电流也看完，然后再讲一下的电压、电流还有电动势之间的关系，才能搞明白整个电的这么一个这个本质的概念啊。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电流。电流呢是一种物理量，本身呢也是一种能量体啊，那么电流呢是导体中自由电荷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做有规则的定向运动，就形成了电流啊，这也是一个书面语的解释定义。电流是导体中的，对吧？它不是在这个咱们空气当中啊，它主要是在导体中。那么导体中的自由电荷啊，自由电荷是什么意思呢？电荷的方向呢是四散的，这电荷的方向呢不是按照某一个固定方向移动，是四散，到处都有。那么导体中的自由电荷呢，在电场力的作用下，这呢又提出了一个什么电场啊？电场力呢也是物理的一个特性，在它的作用下会做有规则的定向运动啊，那么就形成了所谓的电流啊，就是原来呢，就是到处都存在的这种方向不确定的这种电荷，最终呢在电场力的影响下，它们都汇集到一起，并且朝一个方向走，是吧？就形成了这种所谓的电流。这有点像什么呢？大家都知道黄河，对吧？汹涌澎湃的黄河，可是呢，你要上黄河的源头去看看，你发现呢，它都是那种小河岔啊、小支流啊、小水系啊，都不是很大的水，慢慢的汇聚，可能有成百上千上万条小溪，最终汇聚到一起以后，最终会形成了一个像黄河呀、长江这么大的一个河，就是这么个意思啊。这个电流呢也是这个意思，都是慢慢汇集出来的。电流呢永远都会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刚才我们讲了半天呢，喊了半天高电位、低电位，对吧？可能当时呢还没有人明白，这高电位、低电位有什么用呢？它用处大这句话呢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电流永远是从高电位向低电位去流动的。如果没有了这么一个电位差，电流是不会流动的。现在可以这么告诉大家啊。好，那么近似于水流的原理，对吧？咱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都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咱们有没有见过水从低处往高处走的？没有，对吧？那除非是用外力，就是机械力、水泵什么的，对吧？
咱们说水自然状态下，对不对？它都是从高处流向低处啊。好，那么字母的符号呢是 I 啊，这个英文的这个 I 啊，英文的这个 I 大写的啊，这都是 U 大写的。然后呢，它的单位换算呢依然是什么？千斤制啊。它呢是单位是安培，它的单位呢是伏特啊，这是它的标准单位。然后呢有毫安和微安，说有没有千安呢？没有啊，这个电流咱们涉及不到。那么1安培呢等于1000毫安，1毫安呢等于1000微安，它还是微进制，那个千进制啊。这个呢知道一下就行啊。安培、毫安、微安啊，这个呢咱们都可能会涉及到，这是电流的一个基础的这个概念啊定义。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重点讲一下啊，电压和电流之间是什么关系？刚才呢，从这些书面语当中呢，你看你在解释电压的时候呢，提到过电流，对吧？你呢，在这个电流当中呢，是不是也又提到了电位？那么电压、电流，咱们知道电压呢就是电位啊，电压和电位之间是什么关系？啊，电流为什么能流动？这个呢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好，我们呢接下来讲一下电压、电流之间的关系。